今天我们来做一件事情就是在你自己的本地电脑上面一键安装一套本地 AI 全家桶。这套东西它里面包含了 Ollama、OpenWebUI 还有 NAN 还有那个 Supabase 名字听起来有点多，但是不用管他们具体是做什么的，你只需要知道，如果你不想交月租，不想买那个什么 API key 的话，不想把你的文件传到网上面去，而是想自己搞一个本地知识库，甚至想搞个自动化的流程帮你偷偷的赚钱。而且最关键的是你不喜欢整代码，那么今天这套方案它就是为你准备的极其简单，一键下载、复制、粘贴，点个启动，打开网页，你的免费 AI 全家桶就可以为你做事情了。这是 GitHub 上面比较火的一个项目我们现在就来一步步把它装到你的电脑上面去。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想跟着我的鼠标动就可以了。首先我们要装一个叫做 Docker 的东西，为什么要装它呢？因为这个项目它已经把所有的环境都给打包好了你只要拉过来跑就可以了。打开浏览器，搜 Docker 的官网，不要去点那些带广告的网站看清楚是官网。进去之后找到那个下载的按钮你是 Windows 的就下 Windows 版，你是苹果 Mac 的就下 Mac 版。下载完了之后，点击那个安装包，点击 OK， 中间什么都不用管就让它自己装。装完了之后你在桌面上面或者在开始菜单里面就可以找到那个蓝色的小金鱼图标了双击把它打开。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弹一个窗口让你登录账号，听我说不要理它，千万不要去注册什么账号浪费时间。你可以看到窗口的上方它有一个跳过的按钮，直接点跳过。好了，现在这个软件的界面它就出来了你把它最小化，让这个小金鱼在你的电脑右下角的任务栏里面老老实实的待着就可以了。第一步就算搞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搞那套全家桶的代码。打开浏览器，进到 GitHub 找到这个本地 AI 全家桶的这个项目链接，我就放到下面去了这个页面上面来，你会看到一堆密密麻麻的英文和代码那么不要慌，我们一行都不要去看它。在页面的右边偏上的位置有个绿色的按钮，上面写着 Code， 点一下这个绿按钮它就会弹出一个下拉的菜单。看到最底下它有一个下载的选项对，就是下载压缩包，点它。下载完了之后，打开你的下载文件夹这里是重点千万绝对不要把这个东西解压到你的 C 盘里面去你的 C 盘那点空间呢不够，等一下随便放个大模型进去的可能会当场嗝屁那么打开我的电脑，找一个空间大的盘，比如 D 盘、E 盘随便你那我就放在 D 盘的根目录下面右键新建了一个文件夹，给它起个好记的名字，就叫做本地 AI 嘛。然后把刚才下载的那个压缩包剪切粘贴到这个本地 AI 文件夹里面来，接着右键把这个压缩包给它解压出来，你会看到一个文件夹点进去，里面它有一堆的文件。看到这些，那说明你就找对地方了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终端给它整出来。你在键盘上按文件加上字母 R， 弹出一个运行的小窗口，里面输入3个字母CMD， 然后敲回车。如果你用的是 Win11 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刚才那个文件夹的目录地址栏里面把上面的路径全部都删了，输入 CMD 回车，这样比较省事，直接就可以定位到这个文件夹了如果没有定位到呢，你就手动输入命令 CD 空格，然后是路径，敲回车，一定要确保这个黑框框里面显示的路径是我们刚刚解压出来的那个文件夹。好，我现在就给你准备了3行命令，你根据你的电脑情况自己选一根第一根如果你的电脑是个人办公本是那种不是打游戏的，没有独立显卡的，纯靠 CPU 硬扛的那种，你就用第一行。第二根，如果你用的是苹果电脑你就用第二行。第3根，如果你是台式机或者是游戏本有那种独立的显卡，也就是 N 卡，你就用第3行。那么我这里就用第3行命令把它给复制下来回到黑框框里面，右键粘贴进去，然后敲回车。好，你看这个它就立刻报了个错误报了个错误。那么不要急，我们来看它报了什么东西。他说找不到 ENV 文件，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弱智的问题因为 GitHub 上面开源的项目，它为了防止别人把密码泄露出去呢，所以原作者他不会直接给你提供密码文件这些东西他只给你提供一个模板，叫做 example。怎么解决呢？也非常的简单，你连文件夹都不用开直接就在这个现成的黑框框里面，这个终端里面敲下这一行的命令，就是这个复制的命令，然后按回车。你看这个系统呢，它就立刻提示已经复制了一个文件了。我们就相当于把模板给它复制了一回并且改成了名字改成了 ENV 这个名字。搞定了之后，我们把刚才那句启动命令给它调出来
再敲一下回车，那么你可以看到这次它不报错了，屏幕开始疯狂的刷进度条了哈，一行一行的啊，正在拿取各种的镜像。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用干啊，什么都不用做，就等它跑完。好，卡住了哈，进度条它不动了，而且还报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砸键盘哈，你要跟我一样，先保持冷静。首先看一眼你的电脑存储空间，打开我的电脑看一眼 C 盘，可以看到哈，刚刚还有几十个 G 的空间，那么现在直接就红条了，只剩不到1个 G 了哈。这个 C 盘都要被整满了，这就是为什么刚才那个大哥卡死了报错的原因。其实刚才 NN 啊、数据库啊，还有那些拉取的大模型这些东西啊，它根本就没有装到我那个新建的D 盘的文件夹里面去哈。在那个D 盘的文件夹，它只是个配置文件，打开来这个蠢东西啊，默认把它所有的序列磁盘全部都建在了我的 C 盘里面，几十个 G 的数据把 C 盘都给撑爆了哈，这个绝对不能忍。那么我们现在就立刻把它给弄到 D 盘里面去。现在看屏幕的右下角哈，找到那个叫 Docker 的小金鱼图标，双击打开它的主界面，在右上角有一个齿轮的图标啊，就是设置。那么点进去，在左边的菜单栏里面找到资源这一项哈，点一下，里面它有个磁盘的选项，这里有一条路径哈，它明明白白写着 C 盘。一般情况下，反正默认的都在 C 盘，我们要改这个就改这个啊。我们先给它切到 D 盘里面去，新建一个文件夹嘛，名字随便的起啊，比如说就叫 Docker 数据啊，然后再回到它这个设置里面来，点击路径旁边的那个浏览的按钮，顺着弹出的窗口啊，找到刚才新建的那个文件夹，然后选中它，选中之后啊，点击右下角的应用啊这个按钮，这个时候它就开始自动把你 C 盘里那些几十个 G 的东西全部搬到 D 盘里面去了哈，那我们就等。好，搬完了。现在再打开我的电脑看一眼哈 ，C 盘这个舒坦了，原本红彤彤快要爆炸的 C 盘啊，直接就腾出来了20多个 G 的空间啊，非常的舒服。这个操作你必须要做哈，尤其像我们这种穷人呢 ，C 盘本来就不大，不改的话绝对死机。改了以后你下载再多再大的 AI 大模型哈，几十个 G、100个 G， 它都会老老实实的带到 D 盘里面去哈，你再也不会有那种 C 盘要被撑爆的那种恐慌感哈。那么现在我们再来重新回到那个黑框框里面来。按向上的箭头，把先前那句启动的命令让它再跑一次，然后敲回车。因为刚才已经下载了一部分嘛，所以这次它就跑得很快。可以看到跑到最后这个进度条没有了哈，屏幕底下它出现了一行字，其中有一句写着哈 HTTP localhost 5678。那么看到这个就恭喜你哈，你的 AI 全家桶已经在你的电脑里面安家落户了。这个时候肯定有强迫症，他会问啊，哎呀，这个黑框框这个终端太丑了，还一直占着位置，我能不能点那个叉叉把它关掉了呀？千万不要点叉叉哈，你如果点了叉，这个 AI 它就直接拔电源断气了哈。但是你要硬关的话，也有个办法，就是看这个黑框框的最下面它有排字哈，最后面写着一个 D， 这就意味着你现在只需要在这个框框里面，不管3761按一下键盘上面的 D 这个字母啊，这个黑框框它就可以消失了，程序它就到后台去跑了。好，东西已经装完了，我们怎么用呢？打开你的浏览器哈，在网址这一栏我们就输入那个本地地址 localhost 5678，然后敲回车，这个时候你就看到这个网页它打开了哈，这个就是 NN 的后台界面了。那么第一次进来，它会让你注册一个账号，设置一个密码，不用紧张，这个东西现在是跑到你自己的电脑上面，你就算用户名叫王大锤啊，密码填个1234556，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看到哈，反正都是在本地的嘛，单机版，你就随便填一个啊，乱填一个，自己记住就可以了，然后点下一步登录进来，进到主界面，这个系统它已经非常贴心的给你准备了一个默认的演示工作流哈，就在这个屏幕的中间，我们直接点开它。好，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像黑板一样的画布哈，上面有几个图标，中间用线连起来的，这个就是自动化工作流了。最左边它有个节点啊，这个节点叫做聊天触发器，就是一个聊天窗口。我在里面随便输入一条消息哈，点击发送，好，可以看到报错了哈，屏幕上面它弹出了红色的提示。这个流程呢根本就跑不通，为什么呢？因为还没有装模型。你看画布中间它有一个红色的节点哈，它下面挂着一个印着羊驼图标的节点，这个就是Ollama Chat Model 啊，就是聊天模型。双击打开它，可以看到这个面板里面它有个模型的选项，里面的名字叫 Llama 3，意思就是这个流程要去调用一个叫做 Llama 3的大模型来给你通信哈。但是我刚才装了半天呢，只装了系统，还没有把这个模型下载到电脑里面来，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模型搞下来。
回到项目的文件夹，重新打开一个终端，把这个命令复制进去，按回车，意思就是说给我把拉玛3这个模型拉下来。它开始跑进度条了哈，你看这个数字总共大概是 4.7 个 G， 网速快的话几分钟，网速慢呢你就去吃个饭哈。这里我必须插一嘴，这个拉玛3它是个很好的模型，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的电脑实在跑不动将近5个 G 的模型，你可以换一个小一点的，比如通义千问啊，是吧？你可以去下载那个千问 1.5B 的，是吧？这种只有1-2个 G 的模型，那么速度就飞快，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哈，只要把命令的最后那个名字给它换掉就可以了。好，下载完成了，那么把终端关掉，我们回到浏览器，回到刚才那个报了错的聊天框框，然后重新在输入框里面打字，给它点击发送。好，你看这一下秒回了哈，绿色的线闪了一下，全部打了勾勾 ，AI 正常的回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环境啊彻底跑通了，本地的大模型它活了。现在环境搞定了哈，我们就要做正事了哈。很多朋友特别是新手了，看到这个黑板一样的画布，第一反应就是完了哈。我要自己去连这些线，我这个可不可以学得会呀？听我说，自己从零开始搭工作流，对于新手来说啊，确实是非常的不友好。那这些线怎么传，数据怎么传，你根本就看不懂啊。那么我们的原则就是绝对不自己去造轮子，直接去白嫖别人写好的，稍微改一下哈，就可以当成自己的来用。你多抄几次，慢慢就知道它是个什么逻辑了哈。来看屏幕左边有一个黑色的侧边栏，找到一个叫做模板的菜单，点进去，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了哈。这里面全部是全世界大佬们做好的现成模板哈。你在上面的搜索框里面搜，你想做什么就搜什么嘛，尽量用英文搜哈，出来的东西比较多一点。比如说我想做个每天早上自动抓取新闻的这么一个工作流哈，我就在搜索框里面输入3个字母 RSS， 可以看到哗啦啦就出来了200多个工作流哈，随便的翻啊。比如说这个不错哈，名字叫做谷歌界面 AI 工作流。那么点进去啊，可以看到界面的左边它有一个按钮写着免费使用，那我们点它，然后选第一项导入到自托管实例。进来之后它会弹个窗窗哈，因为这个原作者用的是谷歌的云端大模型界面，还需要什么那个电子邮件的账号哈，它让你填凭证。我们不用谷歌云端，所以 API 啊这个密钥在这里你就随便在键盘上面滚一圈嘛，乱敲几个字母填进去糊弄一下它就可以了。电子邮件凭证那个就先跳过，我们点继续，刷到一下哈，这个极其复杂的网状图就自动开拢到你的画布上面去了哈，这个就是你的了。这个工作流的名字叫做个人每日新闻简讯。注意哈，接下来是整堂课最核心的环节了，我们要把别人原本依赖于云端的昂贵的流程改造成属于你自己的1分钱不花的纯本地流程。第一步，你看画布上面哈有一个节点叫做分析文档，这本来是连着谷歌 AI 的，你双击点开它哈，看看里边原作者写的提示词是什么。提示词就是他怎么教 AI 做事情的哈，那把它给全部复制出来。可以看到这里写了长篇大论一大堆，但其实废话很多哈。直接看最核心的要求，它是让 AI 去新闻里面抓取哪些内容。我看了一下哈，大概就是抓取关于 AI 自动化开源这些关键词的新闻了。好，那么我心里有数了哈，我就把这些核心的要求复制下来，稍微整理一下，重新写了一段简短的提示词。第二步，既然不用谷歌 AI， 我们就毫不留情的把画布上面的这2个谷歌 AI 图标的几个节点哈，给它选中，按键盘上面的 Delete 键把它全部删除掉。第3步，你看这2个节点它中间有一个加号，点一下添加一个新的节点，在右边弹出的搜索框框里面哈，选择人工智能，找到一个叫做基本 LLM 链的节点，点它就上墙了哈。为什么要加这个呢？这就是 AI 思考的中枢，里面它有个提示来源的选项。原来演示的时候我们用的是聊天框哈，但现在是全自动后台运行，没人陪他聊天了，所以我们要把选项改成第2个，直接输入提示词，我们就把刚才自己写的那个提示词给它粘贴进去。第4步，你看这个基本 LLM 链节点的下面哈，它有个加号，这个就是挂在模型的地方了，意思就是你要告诉他用哪个模型来思考，点一下加号，然后搜索欧拉玛聊天模型，点这个节点，在模型的下拉框里面哈，就选择你刚才辛辛苦苦下载好的模型，你下载的哪个你就选哪个，不一定跟我都一样。这里稍微要注意一下哈，下面它有一个选项叫做上下为长度，
如果你的新闻特别长呢，几万个字，你要手动把这个数字改大一点，比如就改成1万，不然的话模型它看一半就忘了前半段哈。好了，线都连上了哈，那我们来测试一下，找到画布最下方的执行工作流这个按钮，狠狠的点下去，你可以看到一条绿色的线开始在各个节点之间流窜了哈。前面抓取新闻的节点绿了，打勾了。到了我们换上的 AI 节点，思考了一下哈，也绿了，说明本地模型完全的运行起来了。但是走到后面，它又报错了哈，一个带着括号图标的代码节点亮起了红灯。这个时候不要慌，这种事情非常的常见哈。我们就点开这个报错的节点看一下为什么会报错，发现这叫做水土不服哈。因为原作者写这段代码的时候，他预设拿到的是谷歌 AI 吐出来的数据格式，这就好比谷歌 AI 呀给的是一个学好的苹果哈，但是这段代码呀就是个专门吃削了皮的苹果的机器。但现在我们换成了本地的大模型哈，它吐出来的数据可能是一盘苹果泥，你把苹果泥给它整进吃苹果的机器里面，它肯定会卡壳哈。那么怎么改呢？如果你不懂代码的话，就找个懂的问，或者直接让ChatGPT帮你写几张图甩给他就可以了，把输入框里面原作者写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代码全部删掉哈，然后再把专门为本地模型写的这一句非常简单的这个提取代码给它粘贴进去。这段代码写的也非常的简单。改完了之后，关掉这个面板，再点一次最下面的执行工作流，这个绿线它再次跑起来了哈，嗖的一下穿过了代码节点，打上了绿色的勾勾，完美。到这一步，其实你已经通关了哈，这个工作流只剩下最后一步，就是一个发送电子邮件的节点了。你只需要双击它，在凭证那里哈，添加上你自己的邮箱授权码。这个怎么弄呢？网上去搜一下哈，1分钟就搞定了。一旦你填好了邮箱，你就可以在最左边加个定时器的节点，设置成每天早上8点，然后点击画布右上角的开关哈，把它变成一个激活的状态。从此以后，每天早上8点钟，这台放在你桌子底下的电脑哈，就会悄声无息的苏醒，它会自动去网上爬取几百条最新的科技新闻，拿给低盘的本地大模型，你的 AI 它就会快速的阅读、筛选、总结，然后排版成一封精美的邮件，嘣的一声发到你的手机上面去哈。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公司赚了你的 API 差价，而且完全自动化，这就是模板的力量哈。你不仅可以收 RSS 新闻，你还可以收各种各样的工作流，稍微改一下，绑上你自己的 token 就可以做自动客服了哈。你可以收爆款文案的生成流啊，连上本地文件夹，做个矩阵号发文的机器，随便你怎么玩哈。跑通这一切之后哈，你就再也不是个只能用网页跟 AI 聊天的外行了，你已经拥有了一个全天候为你服务的超级系统。好了哈，东西全部都交给你了，那么现在就赶紧去整你的本地 AI 全家桶。如果有什么跑不通的，留言问我，我们下期再见。